观众朋友好，将近40年前的今天，台湾呢是实施了39年的戒严令，直接呢是取消了。这是蒋经国留给台湾被称作是最伟大的一个动作。但39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看到在香港，今天是香港书展的日子，结果呢就在今天，香港当局直接抓了2家独立书店，一共5名员工。真的是鲜明的对比，很多人就在感慨，香港的真的灵魂已经没了。看到题目，大家看到了，石山就曾经在这所田园书屋工作过，所以我们会请石山呢，我们来讲一讲他所知道的这些独立书屋的故事。独立书屋以及呢拒绝他们参加书展，这对香港意味着什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今天呢，中共这边也是没闲着哈。那我们知道，昨天前天我们就给大家分析了陈希，那是组织部的一把手，退休7年之后给挖出来了。现在又来一个宣传部的副部长，退休8年之后，这个蔡副朝也被呢宣布了双规调查。那么宣传部呢，与此同时还有另外的消息，居然涉及到了张一鸣字节跳动，说呀，他的后台不简单，居然这个后台呢也和中宣部有关系。那么中国的中宣部笔杆子也要出问题吗？咱们必须要去分析分析，扒一扒。那与此同时呢，习近平在干嘛？他现在今天跑上海去视察去了，管你天下洪水滔天啊，他直接呢到上海去了，蔡奇陪着，很有可能呢要在明后天来指导 AI 世界最智能的这样一个峰会。那么川普呢今天就发了一个帖子，居然是黑白照，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今天呢一起呢就跟石山和金鹏好好的聊一聊。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还是拜托忠实的您在2个频道啊，早安中国和大师局给我们呢点击一下订阅，摁下个小铃铛，再次呢感谢您的关注。好了，那石山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呢有一个比赛哈，石山呢这看的是非常的高兴啊，也非常的失望。对，世界杯，这个我一直比较支持英格兰，结果最后输了。虽然之前领先，但是你必须承认阿根廷打得很好，很漂，球进得太漂亮了，打得不。但是我们很支持阿根廷，跟你不在一个战线上，是吧？对，我是比较支持这个英格兰。秦鹏，对我支持阿根廷的原因是因为中共不高兴。对吧？所以呢，他赢了，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大家好，大家好。好了，咱们先说中共不高兴的事儿呢，其实挺多的，但是鲜明的对比啊，今天正好是7月15号，对，39年之前的台湾，1987年，蒋经国呢直接解除了他的戒严令，这是呢蒋介石时代开始的台湾省的戒严令，直接有39年哦。那么这件事情被称作是台湾民主的开始，也是蒋经国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或者评价最高的一个举动，将自由还给了台湾人民。所以刚才我说香港这件事儿嘛，就令人非常的感慨。台湾的这个事儿，你有什么作为媒体人哈，你怎么看39年前的这件事件？说实话，39年前，1987年啊，我们刚大学毕业，那时候我好像还在西藏呢。就是说中国方面有没有报道，我是没有印象，我是没有印象这件事情，但是呢，就怎么说呢，这件事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在70年代和80年代，台湾经济开始起飞，这个就是蒋经国一手操办，其实他有点像是邓小平，那个就是早期啊那个感觉，而且他已经是有病卧榻了，他是。70年代10大建设，然后80年代这个台湾的开始芯片，那时候还没有芯片。不，就是蒋经国时期开始的芯片。那是后来，那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有。他是那是后来，那是后来国民党留下的一批，也不是国民党了，就是说这个。有一批知识分子吧，是蒋经国时代成长起来的这一批人，到海外留学啊、读书啊，后来他们。要做这个半导体，当然那个是后话。我就说蒋经国那个时候台湾经济已经非常不错，当时是4小龙嘛，说是台湾也在内，韩国也在内，新加坡还有香港。当然领头的就是香港，因为香港是个自由港啊，是一个就是它那个活力啊各方面都非常的好。那但是台湾已经起飞了，所以蒋经国在考虑怎么样这个后面怎么发展的时候，他考虑的是
国家，考虑的是老百姓，考虑的是我们这个民族未来啊，会不会就是说应该自由？其实我经常批判国民党。像国民党，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这个后面啊，这个我们也经常说，他们也是一个，但是呢，他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他有10年的军政，10年的训政，然后就开始实行宪政，他是有这个目标的，他就是说，我就按这个方向走。最开始中国没稳定，我要靠这个武力把这个中国啊统一起来，然后呢慢慢开放。然后实行一定程度的自治，然后再10年之后，我们就开始1人1票就开始选了。实际上日本投降以后，中国是准备这么做的，包括各地的这个国大代表也开始选，各地的县长也开始选，就是这个基层啊都开始选。但是后来内战他们退到台湾以后宣布戒严，这个你可以想象。他被中共搞太惨了，不是，这个是现实是需要的，因为战争时期嘛，因为中共任何时候，你知道那个金门的这个炮战，一直是打到1979年才结束的，对呀，所以从58年一直打79年，没那什么单打双不打的，反正就是一直处于隔一天打一次，隔一天打，它实际上是一个战争状态，对，双方都是一个战争状态，所以这个。那你战争状态就实行战争法，战争法就是所谓戒严嘛，对，所以这个中共这边先这个宣布我们不是战争状态了，我们1国2制了，我们要和平统一了，这就是叶9条嘛，叶剑英的1979年还是80年的时候就公布了这个东西，然后台湾。蒋经国因为是太了解共产党了，他在苏联待了那么久，他在苏联待了那么久，然后他太了解，所以他有个3不政策，说跟共产党啊没法谈，不接触，也不谈，咱们也不妥协啊，就这样坚持下去。最后到了后来，就是既然你不打了，我不跟你谈，但是我要。开始推动我这边自己的民主，所以这是87年他们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当时他不是把这个政权交给李登辉，我估计也够呛。什么叫够呛？就是说怎么够呛？就是台湾的这个民主的进程啊，可能也不一样。因为你要是交给，比如说这个原来国民党的里面派系的这些老大，他自己盘根错节很多关系啊。一党统治还要会持续下去，对，这是权力、啊。没错。所以李登辉是本土人，他在那个党内的派系没有那么强烈，所以他愿意把这个还政于民。后来是他做了很多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实是怎么说呢？是中国人吧，就是说汉族人哈，或者第一次真正的实现了一个共和制，就 republic。你看北洋时期没有完整，没有完全实行，因为这个当时的条件有限啊，这个没有完全推出来。那蒋时期呢，就是他北伐以后，他还没有开始就全面推开，就开始这边是内战，那边是对日了，所以这个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国家，叫做共和国，叫做 Republic， 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既不共和，对，既不共和也不人民，蒋经国甚至都不是中华。有一句话，蒋经国他说呢，说时代变了，然后呢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啊，这是他跟他国民党内部的人呢感慨这个，那么他要跟上时代的这样一个变化，所以呢，39年前台湾蒋经国去把这个一直战争那个戒严令解除之后呢，台湾一下子原来只有几家的党的喉舌啊，就那几家报纸，一下子当天出了100多家报纸。他是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开放党禁。这是这个后来逐渐的是做到的。当天只是把戒严令7月15号戒严令给它停止了，然后呢，这个报纸一下子蜂拥而出，什么不允许唱什么美丽岛啊、台湾歌颂台湾这些歌曲全都在唱。然后大家说呢，以前呢是就那么几个报纸，现在这报纸看的眼花太多了，百家争鸣的时代。这是呢1987年39年前哈。那这件事儿呢，我为什么要今天讲？太有对比性了。7月15号香港的书展。然后呢，就在今天，香港这边它的国安呢
部门做了这么2个大动作，他是直接是第一，他不让那几家书店参加书展；第二呢，直接抄了2家书店，封这个书店，抓了人呢，还所谓的证据全部拿走。这个动作是很大的，其中就有一个田园书屋哈。那你在香港待了很久很久啊，39年前台湾这个样子，39年后的今天的香港又何感慨？这个是大家都之前就知道，一定会到今天这一步。到今天这一步，只是会多长时间，会到什么样，是一点一点慢慢的，还是说会采取什么样的突然的行动啊？你看这个田园书屋嘛，这个就是大家香港的朋友很多人很清楚，就在旺角，在那个西洋菜街。在这儿呢，我也问问哈，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像我刚才提到的田园书屋啊，还有呢留下书社啊，这是今天被直接抓人的啊，直接给查封的。你们有知道的吗？有知道在下面打一个玫瑰花。石山呢曾经在田园书屋工作的，因为田园是香港的独立这个书店啊，历史好像最久是吧？对，它是70年代就开始了。对，它是很历史很悠久。后来很多书屋，因为他们都是在这个铺面啊是开不起的，你知道香港的街铺啊是很贵的，是吧？所以都开到楼上，所以开到2楼去。所以他那个在西洋菜街那个也是个很旺的地方，开到2楼。他这个我是当年刚到香港，这朋友就介绍说，你愿意就是这个谁也不认识是吧？说这个那老板对我们很好，黄老板黄尚伟，黄尚伟这个黄老板对我们非常好，说你愿意就弄，他说我也给不了多少钱，你就帮我们弄吧。这个广东话也不是说那么流利，我能听懂能说，但是呢还没到在外面工作的水平啊，你知道，现在好很多。后来在香港待了很多年嘛，所以我就在他仓库帮他码书，帮他送书，就哪个书店要，我就拿一大捆，用个小推车推着，然后就坐地铁就给人送过去啊，诸如此类，就干这种活。所以但那个时候呢，就在田园书大概做了5、6个月吧，我的印象是。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你在这个书屋工作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那个书很多。那书屋嘛，书很多。那书很多，哪个书店书都多？那这个书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对，他的书，因为他就是独立书店，什么反动的书都有。举个例子，就是从张国焘回忆录到什么这个，还有各种各样佛经、道经，然后那是在中国大陆根本就看不到的，对，全都看不到。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书，有的呢就摆在外头，其实它很小，它并不大，那个书屋的店铺并不大，它仓库比那个大多了，那个，但是人很多，很挤。非常的去买书的人很多，是香港本土人还是大陆人？本土哦，我在的时候是本土的，香港人都去看这些，对，所以那个里面很多书，所以黄老板呢，这个抽烟，那个时候我也抽烟。就他那个仓库里面挂的牌子严禁烟火，你看书嘛是吧？结果我们2个躲在最后面一个地方，他搞了一个强力的这个抽风机，在一个小空地，然后躲在里面2人抽烟。黄老板是一个节奏非常快的人，他抽烟都是速度快，好都干活那种。我说哎，我这个好像啊，他是一个。心特别好的一个人，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香港人，干活很认真，然后非常聪明，速度很快。然后他最痛恨别人是他的口头禅，我现在还跟我太太开玩笑，经常是他的口头禅就是没逻辑。没逻辑。他骂别人骂的最狠的，这个人没有逻辑，没逻辑。这个人说的最那个什么，就是这人没逻辑。你看，这就是你看知识分子啊，这挺逗的。这就是但是我在田园书干活最那个就是看了很多书，有那个而且要快，因为前面要干活是吧？塞回去，赶快跑去干活，就是那个在那个什么书都可以看，而且你还可以跟老板稍微说一声，你就可以拿回家，看完了第2天再放回来，对不对？那就变成我图书馆了。那个是
田园书屋，对，这个是，而且那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会去他那看书，他那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书。以前我们觉得是反动派的一些什么林语堂啊，什么这些那些很多这个，还有包括钱穆、牟宗三，这些都是后来跑出来的这一批人啊。他们的书我都是在那里面看的。那是你那个年代，后来像田园书这一类的香港的独立书，又出了很多大陆的禁书，然后就很多大陆的人到那儿都买这些禁书，对不对？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李志绥的那个书出来，毛泽东回忆录。对，李志绥的那个书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了，但我有时候会跑回去跟黄老板打招呼啊，就说去看看书啊什么的，我就见过。因为他也让我进到他那个仓库里面去跟他聊一聊，然后一大包就是10几20本的毛泽东回忆录，大包，哇！我说你干嘛？哎，这个要拿回大陆，要有人订了，就是很多人去那儿买。那个时候关于毛泽东的事情，在中国大陆是没有人知道的。李志绥的一个影响力特别大，还有张荣的那个，这2本书揭露毛泽东，简直是所有人都在看。我记得当时。我不能说名字哈，我一个朋友到美国来，那绝对的就是中共的维护者，没办法聊天的。后来我就没吱声，我买不到张荣那本书，我怎么办？我是拿我家的这个打印机啊，打出来那个 A4 纸这么厚啊，那个书啊，我打出来我也不吱声，我就扔到家里头，我就发现他其实他在看，完了到最后看完以后不再吱声了，不再吱声了。其实他那个对我也影响很大，黄老板。后来有一段时间啊，我没地方住。他有一个房子，就我去他那住了以后呢，去了以后打扫干干净净的，哎，这桌面上放了一本书，这本书什么呢？谁打了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到底是谁打的？这作者是我不知道，我现在都忘记了，应该是台湾的或者香港的人写的。那是90年代。91年、92年的样子。OK， 对，那时候很早。后来就是看了以后，它里面数据很清楚，因为我们虽然道理上知道，但是你没有具体的数据啊。对，你是觉得啊，那时候肯定国民党在打，我们只知道。这个毛泽东说的，你这个抗战时期，你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然后下山摘桃子嘛，对，那个话就印在脑袋里面的。所以那个书你仔细看就知道这个战争有多少场战争，事实是什么，死了多少人，他全部都写在里面。所以这个对我影响也相当大的。插一句哈，刚才讲的这个到网上查一寸山和一寸血，对吧？一寸山和一寸血，那个纪录片在网上如果能查到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特别来自大陆的一些朋友啊。好，那继续讲故事。对，就是所以那个。还有一点，田园书屋呢是一个独立书屋。你知道香港有很多书店，尤其是以前哈，就是现在还有台湾的成品也进去了。那以前呢还没有台湾的这些书店，主要都是香港本地的书，像什么中华书局啊、商务书局啊，这些全是中资的。所以它叫独立，它和谁相对来说是独立的？香港的基本上是80%的出版。全都是中资机构控制的，就是在那个年代已经控制了啊，商务图书啊，什么中华出版社啊，什么这些很多90年代后来还有一个很有名什么天地图书啊，都是左派机构。就是90年代开始呢，因为我们到97年就回归了嘛。那实际上像你刚才说的田园书屋是7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了，黄老板。对。那么在中共布局这件事情绝不是90年代开始的，所以很早在香港这种自由的环境当中，可能中共的这些力量啊、媒体早就进入到香港。本来是这样的，本来呀，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容易天生就是左派。我跟你讲，香港的支联会的第一个主席叫司徒华，他就是左派学校的校长，是吧？他就是他非常左派。还有一个。李仪就是大家可能知道，原来叫90年代那个杂志，在香港那个头左派的学生领袖，这样非常都是这种人，就是他们这种人又是愿意参加社会运动，又是什么，又是他天生的就是一个左派的思维，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反共的大批的都是都是左派的这批人在反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以前的文艺界在香港啊。
电影公司、出版公司最早的演员、歌星，很多都是从上海，很多都是左派，很多都是左派。当然到了文革以后，这个事情就开始变了。大家看明白了，就开始变。但是出版这个，因为它涉及到资金比较大、规模运作，很少有这个大集团，就私人企业愿意去做这个，所以都是这个左派机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机构。后来发现了这个，在广州中联办在广州注册了一家公司，被别人查出来，下属包括文汇报、大公报、商务图书馆，什么中华图书馆，什么就是中华图书什么都在他们，其实都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这个机构。但是没关系，我一直强调这个东西没关系，就是说你只要不是完全封闭就没问题，这个自由就能保障。所以在香港，就算是只有10%几的这个10%几20%的这个自由派的出版社和这个书店，我就可以，我就这个地方就是自由的。所以虽然它小，还在个2楼，但是呢，却是很多这样的有独立思维的人，或者是想寻求真相的人，跑到这里边去看书。没错。所以我们下面这位来自香港的这位 Peter 陶哈，他说呢，这是以前大学生寻宝的地方。对，我那时候在里面，我见过很多这个香港的名人呢，在里头。名人都哪些？举例子。名人像这司徒华，我就在里面见过。司徒华这从当年的左派，最后转变成坚定的反共者。对他，司徒华我见过，张文光我见过，原来这刘千石我也见过，有好多这些人。您这影星，这个歌星我也见过。谁呀？就是现在跑台湾去的这个黄秋生，黄秋生我也见过，他在里面那个看书。我当时留意到，那时候我还在里面干活，我说这个人长得很怪，什么个外国人能看懂中国字吗？我的心里面，你说大陆人没见识过啊。他是中英混血，他是个混血，爸爸是英国人。就你看他很像个外国人。明白。我说这个外国人也能看懂中国字吗？他拿着那个字很认真的在那看，说我没见过嘛。后来我就印象很深。结果后来没过1-2个月，有次去看电影的时候，这不是那个人吗？就是他。你说到黄秋生，那你90年代他就在这个书屋里边，这2天就有黄秋生的这个新闻呐。黄秋生这2天不就在说吗？扔了个震撼弹，就在说香港再见了，对吧？香港再见，他就在台湾正式定居了。他以后也不参加这个香港电影的制作啊，也不什么，就跟香港这个亲共的这批呢，基本上就断绝关系了。对，我觉得黄秋生给我印象也非常深刻，特别是反送中之后，在所有的不能说所有吧，绝大部分的这些影星们都已经不得不低头或者是遁迹了哈，就从香港遁，我不敢吱声，我也不敢得罪中共，还得保着在中国大陆的市场。还有的人干脆就开始给中共站台了，咱们就不数了，太多了哈。那这个黄秋生当时那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他就说我也想妥协，可是妥协以后他们就会让我跪下，跪下之后他们还想要我的命。人不一定要做正义的英雄，但不要去做那邪恶的帮凶。对，哎呀，当时我看到黄秋生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心生敬意啊。那他基本上就会被你别说大陆封杀，香港谁还敢用他？当然，这个其实中国人也是用血的、用生命的代价体会的东西。你知道那个中共的最早的这个共产党的文联，原来是这个左联啊，就是这个就是上海的这批文人里面那个最有名叫茅盾嘛对。茅盾文革的时候给人弄得特别惨，最后他就讲过一句也很有名的话，他说我们如果是看到不公的事情真相，我们应该敢于出来讲话。你如不敢出来讲话，你起码这个不要作声，你可以沉默嘛，你连沉默都不敢，你去附和着说，请你们不要落井下石，你落井下石，就算你没办法了，你落井下石，请你丢一颗小一点的石头，因为人性，一旦这种人就是他，就是
你以前的这种战友啊什么，他为了证明他那什么，他可能比别人还狠。中共的文化人里面做这种事的多了，多了。人们都包括那个叫什么，那个头胡的那个老舍在批胡风的时候，反右的时候多么积极啊！多积极啊！最后一定会搞到自己头上。刘少奇当年也是，对，他整别人，完了王光美最后被四人帮被江青整啊，都整得死得很惨。其实这次呢，就说到黄秋生这么说过来，说这个书屋嘛，到底这次他怎么惹着了？到底为什么说呢？是叫做他们是叫做山颠罪，然后呢，从国外进口了一些涉及颠覆国家政权、涉及到香港安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到底什么书呢？秦鹏？它是有一本书叫做《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和归属》。这本书写啥了？这个是来自台湾出版的，叫卫城出版社出版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国际人权新闻奖得主，也是一个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叫 NPR。他的一个驻华记者叫冯哲琴。艾米丽·冯，她的一个报道文学的这么一个集子，对，在这里边的话呢，它其实是讲到了说，在习近平时代，那么中共的话呢，就是把这个党和民族复兴就给它混在一起，搞了一个庞大的一个政治工程。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再去界定、检裁、控制中国人的这种身份的认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认为说中共自己的人，或者获得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呢？只有红色的呗，只有红色的这帮人，唯红花绽放，唯红花绽放，讲汉族的，讲普通话，异性恋，对党忠诚。当然，我觉得对党忠诚肯定是第一位的了，对吧？因为有一些其他的这些的，实际上现在也很受这个党的这种喜欢，所以他说这样的话，他才会被定为，而且冠冕堂皇为这种叫做堂堂正正这个中国人，其他都不是中国人，所以后来就被打得成这种叫什么破坏民族团结突进法，又来了，对，就是这个一脉相承的，我能感受到，对吧？这本书要火了哈，大家可以到台湾，这是台湾的书，现在真火了，就是因为这一次抓了这两个不是书店吗？两个书店，对，然后而且就因为这本书抓的，所以现在这本书现在在网上好像就卖得很火，大卖。对，他这本书呢，就包括这本书，还有其他的是从台湾寄过来的，然后呢就直接说你呢叫做。只展示及出售这些书籍，涉嫌煽动对政府、司法机构及执法部门的憎恨，所以把留下还有这个留下书社，还有这个田园，就直接封了。5个人哦，只有30岁的一些女生，那岁数大的也就50多岁啊，3女2男啊，今天就全都给带走了，涉及到煽天罪，所以这个你就看到非常吓人。而且呢，他这2天不是书展吗？他还同时你已经书展，他已经申请的一些书屋直接拒绝你参展，对对，这个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已经发生好多年了，对，已经发生好多年了。在这个反送中，我印象是反送中之后，基本上就都不能去了，你都不能去了。以前我们，我记得已经有一些，比如大纪元，他自己也出书。那是你绝对不能参加那个书展，但是你还可以什么？你找这个黄老板，你说我把我的书放在田园书屋里面，田园书屋进去有展览放到他的展就放在你的展柜上或者售卖是吧？对，然后田园书屋的那个在香港这个书展里面很宏大，大出版社没有几本书，他的这个好多个柜台全是禁书。这是中国人就喜欢去看，一看这是大家都传呐，这些禁书都在哪儿买？在那儿买，所以那都是大陆人去买啊。大纪元2004年那个九平共产党，当时我听说在香港、在大陆火得个不得了，是不是？对，那个时候就在香港印了第一个月
运了差不多上百万本进中国大陆，然后都进中国大陆去了，而且能进去。对他们讲那时候是一集装箱一种集装箱，用卡车往里边运，对，因为他没反应过来嘛，还没反应过来就运过去。所以在中国大陆的朋友或者在海外的朋友也去查一查哈，叫《九评共产党》，这也是大纪元出的，当年也是通过香港作为跳板，这是直接针对中共的，这个狠。我在这儿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藏族人啊，然后他回中国大陆，我把他找过去，我给了他一个光盘，就是讲这个九评的，就是新唐人后来不是做了一个这个九评的一个光盘嘛，录像带，我给他，我说这个我给你啊，这个你拿回去给亲戚朋友看一下，然后呢，他说这是什么？我一看是九评，这个危不危险？我说这个有一点危险，我说但没关系，我就把那个皮撕下来，然后给他打印了一个歌曲的，就给他贴上去。我说你就这样带进去，没有人会先放一下，是吧？一看这个你就不看，他这个很紧张，就揣在兜里带回去了。他真带回西藏了。他的朋友从小一块长大的。都是一些警察啊、政府啊，那个他是所谓汉族学校长大的这个，然后呢，他就有一天，他就把他最好的朋友找到他们家去了，把门锁死，窗帘关好，然后我给你们看，他就把这一放，一开始那警察说：“哦，就这，谁都知道啊。”他说你知道在成都15块钱一片儿，黑市上到处都是，黑市价格还不低。然后他回来骂我，你叫我担这么大风险，我回去带这么一个。OK， 哎，这也是挺好玩的。早期共产党是没反应过来，我还曾经寄过去了，寄过去，他们在国内的人就收到了，收到之后看说，哎呀，写的真好，都知道是写的真好。反正这个那个时候，香港是一个。我们一直说香港是这样的一个城市，它会不会是只能做金融中心呢？永远不可能的。它有很多的，我一直在说出版中心、图书出版中心、设计，然后创新，比如包括电影、电视、歌曲、文艺创作、绘画，然后摄影，然后这个广告设计。珠宝设计、服装设计，它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创意的东西都在香港。那当然还有货运，还有这个商务服务、法律服务等等，大量的这种专业服务。这种它的基本的基础就是自由，就是司法独立。没有这个东西，这些中心都不存在。现在中央共产党就把其他全部砍光，司法独立也砍掉，什么这个其他全部给你砍光。我就留一个叫金融中心，为我服务，他就为他服务，能不能存在？我不认为这个东西能存在下去。所以香港这个自由的地方，现在是已经不存在了。不光是今天是封了这2家书屋，抓了人啊，那其实像刘志他们已经宣布结业了，8月底本来就要结束了啊，也没办法运营了。留下书店是吧？留下书屋。对，留下书屋，还有榆林书店，明年4月份结业啊，就是关张了。对，这些独立书屋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了。中共怎么可能给你言论的舆论的空间嘛？怎么可能？我在大概是15年、16年吧。我回香港的时候，我还见过黄老板。黄老板那时候还在香港呢？没有，他已经移民了。他已经出去了，去了别的国家。但他那时候刚好回去，回去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然后他还说他身体不好了，他想把它卖了。他这边还跟我说，你要有钱，我就卖给你。他那价钱给的其实非常好，可惜我没钱，买不下来啊。因为不光是这个书店营业的问题，他那时候已经不太赚钱了，但是呢，2016年就已经马上接近反送中了，对，他已经不太赚钱了，对，中国已经控制很厉害了，但是呢，他还能维持，就能发大家的工资，就是还能维持。那个时候逛书店的人越来越少了，我上去了几次，比以前少很多了。你觉得为什么？是大家害怕？不是，因为现在互联网对互联网的冲击，现在去书店，你美国书店也倒了很多啊。他那个是比以前少很多了，但是他还能维持。但是他那里面的财富是什么？他有很多版权。
他以前帮很多人出过很多书。对，他相当于是一个书屋加出版社。对，他有时候是有时候在香港印，香港不行就在台湾印，也早期还在大陆印呢。反共书籍还在深圳印呢。深圳最早的时候还给你印，他不管。后来慢慢就控制越来越严了，你就不能到深圳去印，所以就到台湾去印。那最多呢是他拿到书稿以后，跟台湾出版社合作，然后一起出了这个书以后，他来代理在香港的出售，然后怎么样就做，所以他那个还是有很多东西挺有价值的。哎，现在呢已经没有办法再经营了。那可能2016年价格不错，现在根本谁还敢买？在香港没有人再去敢买了。现在如果有哪个朋友有钱的话，愿意保存的话，其实还是值得做，还是可以的。所以因为这些它有电子版权，因为它有很多版权的。网上那现在很多可以通过那种电子书啊，或者其他方式也可以同样就可以买。你说的那个留下留置书这个书屋呢，我不了解啊。但是黄老板的那个田园书屋呢，因为他经营这么多年，他有很多手上有很多版权的，有很多版权的东西。在这儿呢呼叫黄老板啊，那美国的石山在呼叫您啊。那现在呢，田园书屋一下子现在这些员工怎么办呢？这书店已经被查封了，这些又是个事儿。这肯定他们这里边还有什么《黎智英传》，还在卖啊，还在卖，所以呢被称作是钻了漏洞啊等等。中共现在在下手收拾哈。那么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说到这个香港，很多我们刚才看了个民调啊，我们看来很多大陆人不是香港人，70%-80%的人都不太知道田园书屋啊，不太知道田园书屋。你要以后再去，如果去，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啊。就是在这个旺角站下来以后，往这个女人街的方向啊，大家都知道女人街那个方向走一条街，就是还没有从这个地铁站下来，还没有过去，这边是弥敦道，过去就是西洋菜街，就是那条街上最旺的地方，非常非常旺的地方。但是呢，他们那个在2楼一个很寒酸的书店，挂了一块白色底绿色字的叫田园书屋，但是呢以后可能就不存在，那里面有很多淘宝很好，很多好东西。我上次去我都很后悔，有几本书看上我当时没买，我是想的说我带的太重，我说我临走的时候说一说，看看有哪个朋友手里有，给我们石山来募集募集。什么书？有一本书是讲这个跟日本有关的，是讲这个春秋战国吴国文化在日本的这个各种这个考察的资料啊，那个我特别想买那个。浙江好像通过那个江苏对，就吴国嘛，以前的吴国对。然后到了这，它有很多图片，有很厚一本。当时我用这是因为这东西是资料性的，你知道，我当时很想买，但是太重了。就这还有什么？这是一本。还有我想我已经不认识他们，老板又不在，是吧？我想找那个张国焘传和公楚将军传。公楚将军，网上应该能找到。能找。后来我发现是有电子版，都可以找到电子版。对。在这儿呢，再说一下哈，这个田园书屋的黄老板，石山在呼唤你哈，然后看看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转折的这个时候，就像香港的维园的灯火一样。它烛光啊，64的烛光就那样的就熄灭了。那现在呢，独立书屋呢坚持到了2026年，关闭呢也不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啊，这是一个历史的日子。对照台湾呢，39年人家是自由了，然后呢，你香港呢现在完蛋了啊，在中共的手里彻底完蛋了。那这里边呢，刚才石山呢说了一个，当年呢这个和深圳都能跑深圳去。印书去。对。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深圳和香港之间搞得越来越紧张了？这个幕后是有黑手的。那么这个黑手呢，居然跟马兴瑞有关系。那石山呢，真的是老香港人啦，然后呢就很知道这里边背后的一些黑幕。我们呢就接下来扒一扒，在扒这个马兴瑞为什么就是香港的幕后黑手的话，
黑手之一啊，他不是这所有的黑手之一。那我呢，先给大家送一段这个工商资讯。昨天感谢购买黑高资的所有的朋友哈，那今天石山本人在这儿，让他给做个见证。昨天我讲的是来自于40多岁的李先生，他在大陆哦，他的妈妈在海外加拿大的母亲看到呢不少我们给推荐的这些观众啊、听众的用后的这个分享，妈妈给儿子买回去了。哎呀，黑高资还是红海？黑高资。然后呢，来给儿子用了，他们儿子才40多岁，儿子说呢，他很开心，他说真不错，他一定会继续吃下去。为什么呢？他的血糖已经明显的比之前的稳定了很多啊，这是一个反馈。然后呢，老妈妈又是继续给儿子多买几个带回去呢，让儿子继续服用。昨天我说石山自己也是让我又给买了4瓶，对吧？对。服用的你的感受是？我是上次买了觉得好，这次又买了几瓶嘛。最大的感受就是，你知道到了这个年龄，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啊，或者是就是睡得不踏实，是吧？你吃这个，其他的我也没测我的指标，但是呢，就是你吃了黑高资以后，晚上睡觉特别踏实，到时间就困。躺下就睡着，就那种感觉啊！起来以后精神很好。以前呢，经常到了中午呢，会有点犯困呐，有点累啊什么。这个会，连续吃了1个星期以后，你感觉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然后前2天我还跟我儿子去打足球。哎呦，精力恢复了这么多。去打足球、踢足球，最后把自己腿也拉伤了，因为太悠着点，年龄大了，悠着点，不行。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哈，黑高资可以点击下面用 China 的这个 code 呢，就可以享受85折。它是来自于加拿大的这样的一个黑高，基本没什么污染了。然后呢，它久蒸久晒之后，它就没有什么添加剂了，用这种。传统的这种膏状的哈，中国的这种膏状的这种萃取的方法，所以呢，保存起来，你平时呢不要放到阳光直射的这个下面，那里边有个小钢勺哈，基本上你要是保健的话，一勺就大概是1克啊，就那1勺就够了。但你要如果身体很虚的话，你可以2勺，看那个说明书好不好？那我这有时候3勺4勺的，怪不得你表现这么好，我这脸红的一塌糊涂，别人说你怎么脸那么红？保健的话1勺基本就够了，但是身体比较差的呢，你就用2勺哈。那这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黑高资，还有呢悠悠护尘风哈，我听到了，你已经跟我们联系上了，您中奖的红海参呢马上就能给邮走，那希望呢也得到你的反馈。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哈，很多人都是说给爸爸妈妈孝心可嘉哈，非常感谢呢认识你们这样的3观一致的好朋友哈。好了，那我们现在接下来扒一扒哈。那其实香港啊，特别是深圳、广东这边一直呢都是非常的活跃的，而且呢过去我们有一句话，长江以北呢是共产党天下啊，是红色的，长江以南根本不理你。那以深圳和更加是有代表性的了。从什么时候开始，深圳也变得这么左了呢？为什么你说背后黑手和马兴瑞有关系呢？早期的你知道，深圳的这个头，都是属于比较自由派、比较开放、比较改革派的。从最早的梁香啊、袁庚啊，到后来李有为啊，这一批人都是相当的这个比较开放的这么一批人。是到了基本上是到了胡温的后期，其实最重要其实就是最近这10多年开始，一个比一个这个严。你知道最新送过去这个深圳市委书记，原来是在河南某省当什么某市当组织部长，然后又去了四川当什么副书记，这莫名其妙又调到深圳去当。我具体了我们搞不清楚，但是呢，我必须说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段时间就跟马兴瑞有关。马兴瑞，所以马兴瑞这次这个双开，是以权谋色，以钱谋色，然后这个纵容家属，还有下属，大搞什么家族腐败，搞家族腐败，低价买房各种贪污。对，这种事情通报出来的这样的事情，在广东司空见惯。就贪污在共产党的个系统当中不是个事儿。对，这种事情不是个事儿。不贪污，他不像共产党人呢，对不对？所以具体马兴瑞是犯了什么事儿，我们现在也不好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马兴瑞在深圳，
你知道马兴瑞到广东先是当省委副书记，然后做的是政法委书记，对，然后再调到深圳去兼任深圳市委书记，那就是2013年、14年就这个是14年。大概是那个时候。13年11月是空降广东，对，担任了广东省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对，2015年3月呢兼任深圳市委书记。2015年4月不但兼任省纪法委书记，省委政法书记。后来呢，再后来就继续担任这个。对。深圳市市委书记，再后来什么2017年广东省省长。对，对，他在广东这些年啊，刚好碰上香港的自由迅速衰落的这些年份，香港的很多事情都是广东省政法委在后面操纵的，也就是正好是跟这个马兴瑞在广东省当政法委书记这个时间高度吻合。没错，都是高度吻合。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法轮功在香港游行，大概每隔100米就会有人架一个大喇叭骂法轮功，骂的都是很这个脏话啊、下流啊什么这种。这些人绝大部分不是香港人，就是从深圳来的，派过去的。深圳从广东，他们直接，因为我们有内线有说，他就是这个广东省政法委直接派来的，从深圳用 bus 直接运过来，在某个地方停下来，然后路线一布置，然后就这样。你知道那个法轮功那个很惨啊，在那个香港集会，周边是一群等于是被别人围起来，喇叭对着你喊的，就是那种啊，是非常惨的那个事情。你说是惨，但是香港人很明白呀，那你中共就用这种的手法，在一个民主社会，利用民主社会的这种自由，对，你去打压你在你眼中的这个敌人吗？啊，青光会，香港青光会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开始的，对，反正就是这一系列的都是跟广东省政法委有关。然后他又从政法委又调到深圳，又兼任深圳书记。马兴瑞这个人呢，是一个我认识的一些人跟我们讲说，是一个非常聪明，这个教育水平很高啊，哈工大的博士，你想他实际上肯定是很聪明一家，航天对航天，他是一个科技人才，对。然后他从科技呢又进入了这个政府系统，他呢又非常能力很强，执行力非常强，是个而且说这个人不贪。这别人不贪，最后给定个贪污罪，太讽刺了。就没有认识的人在体系内的话，不贪也得有点把柄啊。你在搞航天的，原来他在什么工信部那个东西贪的都有数，对，一旦放到地方当大员，看不上你根本你就很难不贪了。尤其是广东，广东那个地方，这个老蔡说的。当地政府投下去的基本建设，惯例20%返回给政府那几个人。他说20%啊。他说你知道深圳一年的政府投多少吗？多少？3000亿，4000到4000亿。哇哦！就是600亿到800亿是返回给你们这帮人的。就是拍板领导。你不贪是你可以不贪，你下面那些人呢？你还让人活吗？你知道，就跟分赃大会开始，对，结果呢，这个说有几百亿得分，结果说你们分吧，我不分，怎么可能？那怎么可能呢？帮人把你不拿我敢拿吗？对呀，对，所以那些人可能跟他说，好，你不分，他可以找他太太，找他家里面人呢分，所以就是纵容家属，大肆腐败。这次不就是他老婆荣利吗？对，就是荣利嘛。他这肯定有钱，否则他怎么可能送那么多高官在香港买的各种这种保险呢？都是上亿的保险金额送的。你说没有钱怎么送？就是因为钱太多了，就是要买一个自己心安嘛，就是要这个做这种事情。还说有能力，他有啥能力了？镇压共产，帮着镇压打当帮凶有能力，连老婆都没管好，这什么能力啊？这是没有。后来呀，这个调查的时候，据说是这样的。蔡成坤讲的，他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查出来是荣利在那贪污，就是好像跟那些官太太、夫人帮，对吧？跟彭丽媛，跟好多这些这个省部级大员，甚至政治局常委的这些太太们一起呢去送这个保险，
好多人就认为说，这是你这个自己愿去做这个事儿，是夫人问题。但是后来呢，发现这个背后是马兴瑞在那儿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他也是亲自部署了。对不是没管好老婆，老婆只是他的一杆枪。一杆枪嘛，在外边去帮他去张罗一些事情，他不好亲自出面嘛。反正就是说，在他这个系统现在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体系了，一种结构性的问题。你进去你不这样做，你根本就在那个系统里面待不住的。听你这么讲的话，你说他对香港做了这么多的事儿，对，咱过去老百姓讲遭报应，遭报应。他不是说你做了这件坏事儿，你就在这个事情上跌倒了，你就可能用个别的方式，对，就报应你了。这一定是吧？真有这种感觉。没错，你又有能力，又这么的那么的，但是你对香港做的这件事情，刚才你提到的这些，你居然做的这么狠啊！对，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你。做人给自己留后路，不是说什么，你知道中国的黑社会也好，以前的这个混江湖的都是这样的，做人留一线，做人留一线，对呀，要给自己留后路，不是说你不能把事做绝了，做绝了以后是人不治天治，真是这样，真是。所以人不治天。中共做事就做得非常的绝，天怒人怨。所以他现在，你像马兴瑞，他把这个事儿做成，以前广东省那些人都睁一眼闭一眼，这个法轮功在香港香港的自由啊什么，你们自己搞定，不管，而且是有下令说这个是都算成了是这个国际社会的一个标志。大家说看看香港还有没有自由，就看法轮功那帮人还在不在啊？所以呢，就大家都有意无意的还就是放一马算了。就他去了以后，这个情况就发生变化。就从马兴瑞那个时候，对，他就开始了，他是采用了一个第一，我不是说。一条法把这帮人全抓起来，他不这么干，他就是用下面阴招要把你们这帮人都给吓回去、吓走、急跑，都是用这种方法，就干了很多阴招，很多这种事情，花钱买啊，各种各样的。你知道他们那个我是见过啊，穿上法轮功的衣服，坐在大街上就喊啊，这个什么大陆人滚出去什么的，就挑动群众。后来别人说：“哎，你是法轮功，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他说：“哎，这是谁派我来的？就瞎说嘛，就国军派我来的。就别人就打电话，那根本就没那一回事儿。你知道党派来的，实际上是对，当然了。所以我就必须批评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就。”很快，当天就把这个东西登出来了，就说：“哎，这是法轮功的人在干什么干？”他就不去证实。不黎智英的苹果吗？对呀，就是啊。所以当时我知道也对他们很有意见，说你这打个电话就知道这是真是假了，就这么报。对，他就不管，他就报。所以在这个乱世当中，所以这个每个人他都有这个有各种各样的，你知道。法轮功学员确实很厉害。那你说香港那是个门户嘛，大陆的门户啊，然后那么多大陆人当官的、有钱的，然后全世界人都在那个香港。那法轮功学员坚持了多少年？从99年一直到现在，他们还在坚持，然后拿着大喇叭就给人推挡，然后呢，这个到处那个九平共产党。现在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但还在坚持，真的很了不起。好像还是现在是公开的，对，还是公开的，对。所以他那个这个上面写的天灭中共，后来那个有些人就不服啊，说我们骂共产党就抓，你看这天灭中共，那警察看看。天灭中共属于宗教信仰，不是政治，这是宗教。宗教信仰，对，所以这在中国大陆这属于宗教迷信、封建迷信。你这个，所以其实马兴瑞挺有意思的。那他那个时候做的时候，应该是江泽民时期，对不对？他要没有，他是那个谁，习近平时期。习近平时期的，习近平都没有说刚开始要严厉镇压法轮功，他跑到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它其实是一个惯性。就这个机器，它在习近平时期，它延续下来的江泽民时期的政策，因为习近平时期，你知道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以前的时候都是找一个总书记或者这个国家主席是不担任，不直接管政法委的，但是呢，到习近平时期，因为之前不是有了这个周永康搞了个第二党中央嘛，就要趁机要推翻他，所以呢，他的这个时期后来就。自己亲自指挥这个政法委，他没有再去这个弄，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在开始他那些年一直其实是延续了那个
原来江泽民时期的那些政策。所以马兴瑞成广东省的政法委书记的时候，要完成他的本职工作，使劲去政治任务，这是。对，马兴瑞是习近平很看重的一个人，觉得这个人是这个有希望，所以后来广东当完省长以后，调新疆当一把手，然后就准备下一届。常委了就可能常委，他有内部传说，他有可能是顶李强，是做总理的。这个人是做总理的，这回好了。因为他是真的是受过正式教育，而且是高知啊，高知他对科技啊，深圳有很多科技公司也跟他有关啊，他真的是挺厉害的，能看到，你比如说大疆这些的，都是跟他们当年的这个推动都是有关系的，很多这一类的公司。但是你要知道。马兴瑞最早是什么人？马兴瑞最早是江的人，江派的人。对，因为他是在航天系统的。你记得那个江是那个是江绵恒嘛？江绵恒是那时候是神舟5号是吧？对，神舟5号的这个说是副总指挥，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总指挥。对，总指挥就是马兴瑞啊。总指挥是对，总指挥马兴瑞。对呀，就是马兴瑞啊。那属于这更你知道这个，就是说他这个是从科技人员转成这个，后来到工信部一步步就开始升部级、副部级，是跟江他们那边有关。但是这个人呢，当然就是这个跟彭丽媛可能他们家族是有一些关系。对这个关系呢，我看到网上又有一个流传，他本来让我在黑龙江，然后呢就把改回去，改到山东什么，就是彭丽媛那个老家那个地方，攀上了这个。你们山东都不是老乡老家都你们黑龙江老家大部分都是山东的，就可以支棱回去。所以他这个有关系，就再介绍给他一谈，哎，这个人好，执行力够强，能力很足，对。全世界对这个科技啊什么很了解，而且这政府又有政府的经验，又有那个经验，还很懂事儿。所以你看，这个人按理说他应该是最牢靠的，最不应该出事儿的。你绑着彭丽媛，还绑着习近平，然后你又有能力、年龄、资历什么都够啊，也有眼光。结果呢，你看现在一下子给扔到监狱里，可能都得死缓。所以这个事儿，我们现在还始终弄不清楚，它里面到底是这个关系是怎么弄的啊？按道理来说，他应该是最红的一个，因为他比原来就是福建呢或者那些，他都根红苗正。那哈军工这个本来就是这个一个军事化的一个单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都看好这个人肯定会往上升。结果一下栽了这么一个跟头，所以这个我总觉得这个还是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对，人算不如天算，真的是这样。对，我还是觉得刚才讲的，就是你现在看中国大陆很多东西，过去咱们都讲这个遭报啊，现实现报。他现在呢，用他自己内部的这种绞肉机的这种方式，把他们都给收拾下去了。可是你往前去查的话，他们都做了这些，真的是天怒人怨的这些事儿。所以我们看，你看这两天网上有2个新闻，我们就不展开说了。一个是那个蒋方舟啊，那个年轻女孩，那个作家哈，还经常很高调，然后呢也很有名，网红。然后呢还有一个这个贾平凹的这个女儿贾浅浅，今天这2天全都被什么这个北大呀，什么这个西南中山大学呀，全部取消他们的硕士学位哦。人大啊，对，一个人大，一个中山大学，全都给他们去取消学位。所以他们也没想到这个 AI 的发展，然后呢，就现在就打假，学术打假，过去造假这些事情全给你扒出来了。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报应？你以为你做坏事谁都不知道，你以为你做假谁都不知道。这以前我们不是老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都觉得是一个玄而又玄的一句话啊。现在 AI 时代、互联网时代，真是任何时候你那个印记永远在那。对呀，那个耿同学今天又把一个刚刚提升的院士又给扒出来了，哇，那个造假那些东西。耿同学那个造假，我觉得看着特别有意思，真有意思。对他是在讲说什么呢？那个院士，居然下边那个团队做论文。干嘛？不是自己做，也不是自己亲自编数据，是找的论文工厂，
然后呢，因为那里边有些什么像那个尺子呀，有一个尺子上面那个缺口或什么的，在别的家的那个论文里边都出现，也出现了。现在还被提到院士了。你说在没有 AI 之前呢，你要找这个很难呢，这么大的数据量，你说他们也没想到，以为呢这个学术造假都提院士了，过去这几十年都这么干的，天下文人一大抄，抄来抄去的，这个理工科也在抄，然后呢这个 AI 出来让这个打假太容易了，简直是把论文扔进去，他就给你分析了。你说你怎么能寻思现在把他们都给扒拉出来了？这铁面无情，以后这个真有意思。中纪委书记就直接用 AI 做了。对吧？就 AI 去做就行。谁讲情也没用啊！他再怎么打假呀？你想这个，如果真打的话，把政治局这帮这个学历打一打，你发现基本上全军覆没。对呀，就有意思哈。所以我你是说刁麦呼的论文啊？对，他博士嘛啊，还有好几个这个博士。然后我们刚才说马兴瑞啊，就香港这个书店，然后呢，马兴瑞在这边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把香港用黑社会的这个手法是从他那块开始的。然后呢，你看这两边好像不搭嘎的事儿，你回头一看，你说你不是抱怨是什么？你 AI 和学术打假有什么关系？我跟你讲，他们都给扒出来了。马兴瑞那时候在香港搞的时候，背后有一批出钱的人，他只是出力的，他这是组织的。我跟你讲，都是什么人？恒大。啊？怎么跟恒大又给扯上了呢？当然了，恒大这个在香港的这个青管会后面出钱的，除了这个华润，出地方，然后一些地产商、一些地产公司、一些香港的一些地产商都在出钱，给他们出钱。恒大也倒了，对呀，现在都倒了。我想大家仔细去想一想，还有那个新世界。就是原来郑裕彤他们家的那个对，郑裕彤他们，然后还有杨受成，当然全给牵进去了，当然恒大一把全给牵进去。这些人呢，我也不特别怪他。说实话，因为你想告诉你了，这个人跟这个习主席啊是有直通电话的，也是说，你看我刚刚打完电话过来，说你们就让大家这个支持一下吧，帮忙吧。你敢不出钱吗？可能就出个10万8万，反正这些人有钱是吧？出了就，当然那边那个像青管会这种的，当然气就壮了，觉得我们怎么这样那样的。恒大那个青管会那些头都是直接说你干了以后，你可以直接买恒大的一个什么房子这样那样的，后来全砸手里了。全砸手里了。本来想倒腾，啊，对，想倒腾，就买点楼花什么，全烂尾了。结果就这个，所以这个世界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这是别看眼前一时的风光，把时间轴拉长了，咱们再去看。老天爷报应，现在我看呢，不用等下辈子，这辈子咱就一件事、一个人、一个公司哈，一家一家的看，有意思。我就觉得从这20多年，现在每天我们看到一些事，你回头仔细扒，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大家相信吗？善恶有报，人算不如天算。相信的在下面给我们点个赞，好不好？来，你刚才说到这个呢，其实马兴瑞这2天大家就吵得比较厉害。前2天我们讲了陈希嘛，对不对？今天又有一个陈希是退休7年，这个是退休8年的啊。中央纪委监委网15号今天官宣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委书记、局长蔡富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检查和监察调查。他呢是退休8年之后，今天正式宣布光帆呢落马哟。对，这个人是宣传部的，哎呀，那这个事情呢就很有意思。那因为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把张一鸣和现在的宣传部的一把手，没有，现在不是已经调走了，也是宣传部的过去的一把手，他这是个副的嘛，又连起来了。所以咱们一个一个聊哈。那先说这个蔡富朝，蔡富朝到底是出什么事儿？他上面也没有说。现在什么都没说，他就是严重违纪违法，然后就挖出来了。OK， 蔡富朝这个名字一听就是50后。对，奔赴朝鲜，打朝鲜战争，包括李元朝，没错，蔡富朝。这个今天他们就说，他们一看这个蔡富朝，以为这是蔡奇赴朝鲜之后被双规了。他说这怎么蔡富朝？这不这两天这个对蔡奇来讲不是好消息。对，蔡富朝，对，那这个人呢，他就很有意思嘛。刚才我说，就中宣部刚才还连到把这个张一鸣这事儿也给
提了出来，张一鸣字节跳动嘛，这2天网上就爆料，也是蔡胜坤他们就在爆料嘛，就在说张一鸣背后呢也有这个叫黄坤明，对啊，现在的主要的问题是，大家都在传，说叫张一鸣啊，他现在是中国的首富，他是600多亿美元，字节跳动嘛。那个500就是看股价怎么估算，因为他还投了很多那个 AI 的公司，对，他还投了很多其他，你想不光字节跳动啊，抖音在海外 TikTok， 在美国还有一个 Newsbreak， 也是很牛的一个非常这个新闻的 app， 是做的非常的好的一个这个东西，所以他那个很值钱啊。然后他还投 AI 公司啊，投一大堆，所以他到底有多少资产，别人给他估算。那个 Fortune 是说它是600多亿美元哦，然后这个彭博给他估价的是估值的大概是560多亿美元，但不管是哪一个，基本都是中国的差不多首富，超过马化腾，已经超过马化腾，名义首富。对，他现在很低调，他现在一直在新加坡。现在的问题就是在传什么呢？因为他人在新加坡，对。拒绝回去，那边叫他开会他也不去，叫他这个讲情况他坚决不回去，但真不能回去。所以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现在就在内部就传说他为什么不回去？我说当然不回去，你看前面那个 Manners， 对呀，那是回去就出不来了。说你现在 TikTok 你要卖给美国，你回去。那么是不是你也出不来了？对呀，是吧？你傻子才回去呢。对呀，所以但是这个东西恐怕还没有这么简单啊，没有这么简单。彭博的一个动态榜单的话，说张一鸣现在多少钱呢？928亿美元。哇，彭博，这是绝对是华人里面是首富。他在全球排23或者24名，22名。对，这么年轻。对，这个非常非常厉害，但是。我记得以前我们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啊，就马云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别人说，哎呀，你这个阿里巴巴关键的一个动作是什么啊？怎么一下就成功了？原来只做黄页的啊，怎么就成功？他就跟别人讲，他说我啊是这个去参加世界互联网大会，结果啊看了以后觉得我们中国一定要做网络支付平台，要做支付平台，不做支付平台，我们永远也做不起来。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他的技术人员说：“你们给我做，如果犯规犯法，我去坐牢，你们就做。”结果他们就做出来就上线，对不对？他说了，这个你骗别人可以，骗我中国人你怎么骗呢？你在中国这是属于什么？这是金融违法行为。对呀，金融那是党的钱袋子，所有人都是党的，所有人都知道。对呀，这个背后是江家的那一批人的。哎，后面有腰杆子撑着，这嘴才那么壮。没错。当然他不能说那个，他只好这样说了。那个年代的互联网、电信，好多背后都是江家或者他们的那些白手套的这个钱。他搞定这个中国人民银行，搞定金融管理的这部分。然后因为他这是涉及金融的嘛，没错，所以他才能做这个事情。OK， 回过头来我们看张一鸣，我们就讲张一鸣做的这个东西比马云那个要敏感多了。为什么？中共靠3杆子，舆论引导，对吧？中共靠3杆子，枪杆子还没有钱袋子哦，钱袋都不算哦。枪杆子、笔杆子，对，还有一个刀把子，刀把子是吧？这3杆子才是最重要的。你中共什么时候开放过舆论了？开放过这个媒体？你想一想，抖音和这个头条啊，头条在中国，对那个影响力不比 CCTV， 不比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太多了。你敢交给一个民间的机构去做吗？不可能。所以你说这个背后是谁？当然就是中宣部啊。中宣部那段时间是谁？那段时间就是黄坤明，对，所以我看，而且他们2个是福建龙岩县的老乡，你知道福建人啊？福建人是很抱团的嘛，大家一起发财，所以大家再把这一连你就知道了。还有的说他俩还有亲戚关系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关系，但是呢，张一鸣的这个整个东西发起来和黄坤明在坐镇中宣部时间是完全是配到一起的，对的，因为黄坤明从这个
调进从浙江吧，调进中宣部，先当的是副部长，然后很快就转成常务副部长。你让部长是刘奇葆，刘奇葆是胡锦涛的人，看一看风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你最好是在家待着，画圈就算了，全部就是他主事，黄坤明主事。对，其他的就我们今天说这个蔡复朝，肯定也躲在后面，副部长肯定也躲在后面。你就在家搞腐败就拉倒了。现在腐败前面的事儿回家8年了，退休8年了，给你捞出来了，还不是光搞腐败的问题？我天哪！然后等于是他从副部长当成中宣部部长，然后调到广东去当省委书记，他也是很厉害。他那个黄坤明也是福建的官员，然后换省交换官员的时候，交换到浙江去，就是跟那个习近平是同一个时段、同一个路子走过去的。这全都是铁杆。全都是铁杆，就跟这个蔡奇的那个步伐是一模一样的。让你这么一分析的话，这个时间点就更有意思了。现在呢，这个蔡复朝啊，这个已经官宣了，对啊，然后呢，紧接着这个风声或者是个爆料就出来了，对，甚至呢，直在说黄坤明到底呢，他有多大的胃口，他的这个家族在这个字节跳动。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字节跳动的股权，因为它上市公司嘛，对呀。他个人大概30%多，然后什么这个软银啦，什么红杉资本啦，什么大西洋啦，就是这些一大，你把这些股份加起来以后，你说哎，还有30%多，哪儿去了？没了，神秘的这个股权。然后他不公布，这是一个 black box， 一个黑箱。对。然后他说呢，这个他们公司解释，这个是给内部员工以及对本公司发展有贡献的人士，所以大家都在猜啊，谁呀？谁对这个公司贡献最大呢？啊，那他如果也是30%的话，那就跟这个张一鸣差不多的这种财富哦。没错，那差不多也是700-800亿美元呢。对，而且即使是张一鸣本身的他所控制的这个股份，到底有多少是这个代持？没错，你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所以在这个节骨眼儿，大家都想象了，这个跟黄坤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结果呢，就原宣传部的副部长和部长，一个呢双规了，一个呢现在爆料出来了，怎么去理解呀？对啊，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中宣部现在这个事儿可能有点麻烦，所以。但是你也可以反过来看啊，反过来看，比如我昨天我问老蔡，我说他为什么不回去啊？老蔡说，这也有可能黄坤明现在有人在查黄坤明，所以你就不能回去。你回去了就把你扣下来了，所以有很多事情你在外面反而安全，对他里面的人反而安全。黄坤明也是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的。对啊，广东省委书记啊。我这个马兴瑞刚刚干下去，然后就那谁这个那个张又侠也下去，这政治局委员何卫东3个了，这黄坤明现在也开始扒拉他，我的天哪！他现在讲那个老太说的这个挺有意思，我觉得他说这个挺有意思。他说马兴瑞的那个就从新疆调走的时候，大家都在传说他被查了，被查，但是呢，他身边他就跟他有一些密切关系，有些人就跑到海外来，跑来以后呢，那边就开始查，就要这个人回去，说这个把这个东西啊讲清楚，怎么，这个人就死活就不回去，不回去以后呢，哎。过了一段时间，马群又出来了，开会啊什么，有些讲话，你看没事儿啊，别人打电话说你根本没事儿嘛，你回来嘛，就回去就扣住了，马云再也出不来了。这个是共产党搞这个事儿是很厉害的，但是张一鸣你都不知道，因为共产党里面的派别太多了，习派内部也是相互虎视眈眈，习派外和外面的也是虎视眈眈，所以不敢回去。你现在回去，说实话，你别说你1000亿。你900亿美元，你就9000亿美元，你又怎么样？只要在共产党手里，你9000亿美元更可怕，更对呀，收拾你没商量，对不对？这个共产党现在我党缺钱，而且不光是，其实现在的字节跳动应该可以说这样说，把党国的这个一些核心资产控制在手里。对，那你在对党国来讲，这是不可容忍的。这他基本上，我估计他自己也判断。现在回去，他恐怕再也出不来了。出不来了。所以张一鸣坚决不能回去。但是
你不回去的话，中共就得收拾黄坤明，他就这怎么办呢？反正就现在僵在这儿吧。这件事儿就很有意思，咱们还要继续去观察。但是呢，最近呢，确确实实还有1年多嘛，这21大，然后各种丰收、各种整肃，全部都出来了。这种狗咬狗哈，那个绞肉机里边绞的是血肉横飞啊！人家怎么能说人狗咬狗呢？这个那就领导养领导。你这对狗很不尊重。领导斗领导。就是昨天我们还在开玩笑啊，就是毛泽东专门挑动群众斗群众，然后呢，石山呢和秦鹏呢在这儿呢挑动领导斗领导。不是我们挑动，我们只是看热闹啊，我们是吃瓜群众，对不对？我们只是吃瓜群众。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哈，今天的网上的这些消息，甚至今天还有说法，说是其实5月份就有这个说法，说李克强的女儿。跑到美国了，而且说永远不回中国了啊！其实5月份就有了，这2天又开始喧嚣神上的，又开始在讲李克强的女儿。其实我觉得李克强的这件事情也大家一直都很关注嘛，他的夫人和他的女儿在那个告别仪式上的那种表现，大家还能记得哈。他太太是陈红，北京那个首都外经贸大学的教授，对，而且是。据说是很厉害的一个教授，非常不错的，很有水平啊。然后自己是从事翻译啊、文学、英文文学的啊这样的一位教授。对，他爹也是，这是那个陈红的爹比李克强的爹级别应该高很多。他是那个在河南那边一个国营大厂的头。那种大厂呢，以前起码都是这个。咱不敢说部级啊，那时候可能没有央企这么一说，也是省里面最大的工厂，那也是属于厅级了。那是这官很挺大的，所以他也算是一个，对吧？因为大家对他对这个这个李夫人呢，就是陈红教授，对他其实非常同情，因为他的口碑太好了。他非常廉洁，好像，然后呢，从来不炫耀他是总理夫人，有不少的这样的一些网络上的这样传闻哦。对，说这有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副省长，做一个项目，外贸项目，就请他夫人帮忙，帮了以后呢，说，然后请吃饭。说你们呢，就是当然很豪华了，对，很豪华。说你们的把先生太太都找来，咱们呢。让你们大家一起，咱们开宴啊！然后这个陈红就说不行，我先生啊很忙，太忙了。这个副省长就很不高兴，太不给面子了。你这太不给面子，你这个忙能有我忙吗？是不是？他是叫过来，最后别人跟他说，他先生是李克强，傻眼了，我真有这种标到这个份儿啊！不知道啊，就不知道是真是假。这种传说啊，真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吗？我觉得太标了，我有点儿。没有，到了北京还敢炫耀自己官大？没有，他怎么死我没想到，或这个陈红不是，那你说明陈红太低调了，这太低调的话，大家反而不会。你在官场里面混，你一眼就知道谁有本事，谁有后台。如果你别说他是个总理。他是一个部长，甚至是副部级的，你大概可以知道他这个人背后很厉害。这只能说明什么？陈红这个人把自己隐藏得很好，就是说，这个锋芒全部隐藏起来。那你或者是他这个人真的是非常有涵养，他绝不没有任何的这种嚣张的东西。和马兴瑞对比，你看他那个荣丽夫人，我天，上下其手，他也是。大学毕业也是跟他同学，大学同学。对呀，同学，我觉得那个是可能是总得有些人亲自出马，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当他觉得这是习近平的亲信，彭丽媛的这种老乡和这个家里人，那个时候你想低调都低调不了，就跟那个叫什么金灿荣讲的，你。坐着都比人家高，你这个没办法，对吧？所以大家觉得他狂，但是呢，他来看，他觉得好像善于处理关系。当然你真正把他扳倒之后，你说他怎么这个很糟糕，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人要低调不是那么容易的，很难的。这个是一个要有强大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能量，你才能保持住的。我讲过那个故事吧，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到他们家去，跟这个他爹啊
几个人跟叶剑英有张照片，然后他就给我看，他说你说这个怪不怪？他爹个子很高，跟我差不多，很壮，跟叶剑英呢，叶剑英其实个子不高。他跟叶剑英照了相呢，显他爹特别瘦，叶剑英显得很壮，这是感觉啊。你如果用尺子量的话，你估计就可以量出来。其实他是一个，并不是很叶剑英并不是很魁梧的一个人。他说，但是你看这个就是照片里面就是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中国人老说在位有神，他说你到了那个位置，他给你加持了某一些东西，让你显得特别的牛气冲天啊，这种的，所以你在那个位置，你还把自己收敛去的时候，这个人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像如果是一个总统夫人，如果这件故事是真的的话啊，他是真的是这个程教授，那确实是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真的，他的这个能量会很厉害。当然我们不知道这种故事，这个怎么有点像现在中国那个短视频里面的这个故事。但是呢，这个时间点传出来的这些消息，直接都在针对着习近平啊，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这个节骨眼上又开始网上传这些消息。习近平这2天在哪儿呢？在上海呢，蔡奇9000岁啊，那蔡公公陪着在上海又视察呢，要建设什么人民的智能的城市啊，就在上海。然后明后天不就是 AI 峰会了吗？对，今天川普特别有意思，我们导播去把那照片拿出来。川普今天连发3张和习近平的合影，就是呢，他5月份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哈。那你看这3张合影呢，其中有一张，你看这张。用黑白的颜色，为什么是黑白？对吧？大家都在问啊，在指明方向。你看这个，对，大家来这个解读一下。今天川普发的指明方向啊，然后川普那样的一个神情，我觉得就实际上是冷眼在那儿看着。你在那瞎指什么呀？对吧？对啊，就是今天川普发这么一个，我就在想，这什么日子呀？这习近平干啥去了？一查上海呢，马上要是 AI 峰会了。你知道我看这个照片，我想起什么？什么？你们可能都不理解只有我们有些网友跟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会理解，就是列宁在1918那个里面，列宁有一句话叫。反革命的火焰从这一方烧到那一方，就那个动作，我觉得有点像。就是列宁往前探着的那个手，只不过他是往下的，习近平是往这边的，是那个吧？这个想到这个了。对，就是说到处都在跟他斗嘛。列宁那个，我看到我是想到那个列宁的那个，列宁把自己的这个地方一抓。对，他有个西服嘛，这样的背心儿，那个马甲，马甲，对啊。到现在这个时候啊，因为习近平马上要到美国来了，9月份，所以这个时候表面上肯定是双方还在那是好朋友，但是呢，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这些事儿背后，其实都发现很多都中共在背后。所以呢，表面上看起来大家还是那好朋友，你看我们这一起来站起来，在那儿去给世界指明方向，对吧？但背后来讲，我觉得其实那个川普选的那个表情呢，就是我是老大，对吧？你在那儿瞎指挥什么？我觉得这个今天，而且还弄了个黑白照片。对，这个很奇怪，对吧？为什么是黑白照片呢？我们那个导播再放一下，我们欣赏一下这个摄影产品。这张照片哈，我说川普真的是太会。这个摄影作品要仔细的看一看，你看，真的是。你看川普那个表情，那个头，你看你 so what 这种感觉。这真的是有一点怪啊，这个。今天。他后面这2张呢？他先发的这张，这个应该是在那个中南海里面，带川普看那些树的时候，对吧？这棵树，什么？反正我觉得这棵树300年，我觉得不可能是美国记者拍的这个照片不就是美国记者？真的是美国记者吗？这么矮化这个川普啊？没有，我觉得把川普拍的很威猛是吧？你注意到美国记者他整个在。参观的过程中，包括那个就是天坛，拍了很多这种特殊视角的东西。之前其实也发过，就是川普那种黑白的，他其实喜欢用黑白的。黑白的有时候能把他这种有一种古典的感觉古典那种精气神儿，那种强大的那个内心那种感觉是能拍出来。黑白照片是非常有故事的，非常有氛围感，没错，有历史感啊。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他是想表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种。
就是强大。他的确这张照片把习近平的那种意气风发，那种指挥一切，要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那个劲儿表现得单薄了很多，对吧？其实是我没有觉得，我觉得他把习近平那个东西很张狂那个东西表现出来了。但是呢，川普的那个表情很不屑一顾的那种歪着头那个表情，就形成很有意思的那种对比。哦，不是那个反革命的火焰，反革命的暴动像火焰一样从这一段烧到那一段。然后呢，他发了这张黑白照片之后呢，紧接着又发了2张彩色的，一个呢是他跟习近平在三军仪仗队前走过，还有一个呢后面是天安门的文洞啊，那2张都彩色的，唯独这张弄了个黑白照片。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意有所指。我能现在眼巴前想到的就是习近平要 AI 大会上要指挥整个的世界 AI 峰会嘛，人工智能嘛，包括人工智能的管理嘛。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总统都已经到了上海下飞机了，也不知道俄罗斯谁会过去啊。这是我们能眼巴前看到的。对啊，他这个会肯定不是讲 AI， 肯定是讲 AI 怎么控制，对不对？你说习近平要去发这个keynote speak， 人家开玩笑，你去 AI 上面你讲什么 AI 怎么设计，怎么发展，未来方向什么？他肯定是讲政府怎么样去用 AI，怎么样能控制 AI， 怎么样去挡住 AI 不要往我们不希望的方向发展。独立书店都给你关掉哈，抖音和这所有东西都控制着，怎么可能让你 AI 不听党的话呢？AI 姓党。对呀，什么不姓党？越 A 什么不姓党？你沾上中国这边全都姓党，你出了国都得姓党。昨天我还给大家讲那个陈友林吗？那个地质学家吗？都已经美国公民了，都给扣里头了。联合早报其实出了一篇文章，他说这个习近平首度出席 AI 大会之前，人民日报刊文示警，叫 AI 铁幕。AI 铁幕，对 AI 铁幕，他说。习近平呢，他发表的这样一个主旨演讲呢，肯定是阐述就是中共这边呢对 AI 发展和治理的这个政策立场和这个理念主张。这意味着呢，就是这个一方面，对吧？对规格有提升，然后代表北京对 AI 的重视。但是呢，他就讲到了说，在7月14号的时候，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叫做《校准智能向善航向》。共筑普惠包容未来的，这叫环宇评的专栏文章，就讲到了说这种AI 当前领域存在这种石油思维和水流思维完全不同的2种发展逻辑，前者是把数据算力视作是排他性的稀缺资源，推升了壁垒封锁和零和博弈，后者呢是把 AI 视作是普惠性的公共产品，孕育联通共享和互利共赢。然后呢，他就在讲说AI 应该呢以服务人类为根本目标。中国提出全球人类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反对将人工智能作为谋求霸权的工具，反对独占资源、主导规则、构建排他性圈子，反对人为制造技术壁垒，阻碍他国发展啊，全都冲着美国来的。这个共产党是特别会讲这个。其实现在对数据、对 AI 技术，包括那个 Manners，这些控制最严的，其实就是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啊。对，将数据，将各种各样的技术，还禁止出国，禁止出国。对，现在 DeepSeek 的那些这个研究人员享受了这个官员的待遇，护照全部被收了，出不来了。现在，其实这2天《华尔街日报》呢有一些文章，大家也都注意到了。然后呢，那个文章刚开始呢，用的题目是习近平在为后普京时代做准备。然后呢，这篇居然《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那个 404了，就是404了。现在在吗？我怎么在英文里边查不到了呢？对，现在这篇文章呢叫做习近平从羡慕普京曾是习近平的榜样，如今却在伙伴关系中成了小弟。题目改了。历经4年的战争和经济孤立，普京也已经沦为有求于别人的一方。中俄关系呢变得愈发失衡，有时候呢显得紧张。在讲呢说这个习近平，中国正在俄罗斯内部悄然建立起远超普京本人的关系网，积极的结交那些将在这个普京离任的时候塑造俄罗斯未来的官员和精英。
这个很有趣，因为这2天他还报道了一个，这是魏玲玲写的，说从他以前admire，就是他以前是羡慕普京，现在呢，他只是一个 partner 了，就是这么一个小弟，哎，就这么一个，他那里面就报了一个消息说，当时普京不是到了北京吗？就在今年的时候，不就咱们在看的西伯利亚2号吗？然后不是没有拿到吗？签了40多个协议，但是唯独西伯利亚这个普京签不了。那现在呢暴露细节了，中共给他的价钱比他在俄罗斯内部的天然气价格还要低。他是那个主要是供天然气的是吧？供天然气，天然气就那个价格好像是说50美元一立方，是不是？对，然后他在俄罗斯境内都得61块钱。对，就压的简直是俄罗斯这火大，我老子把它烧了也不卖给你，就恨不得就这种就没谈下来。所以你从暴露的这些细节当中和之前大家的分析呢，最起码习近平现在对普京真的是以前可能是仰视平视，现在是这个样子的了。他居然敢提出这种价格来，那真说明普京不行了。这俄罗斯现在确实是问题非常非常大，尤其是普京的问题非常非常大。我们从他讲话的这个姿态，其实都可以看出来。你从他的图片啊、照片，对，在他乌克兰战争之前，他的那种姿态，那种，就是怎么这个黑社会老大的这种气派啊，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那个他那个以前那种所谓的硬汉的那个东西还在，后来就不行了。对，现在这个越来越不行了。像这种时候，我们都一直在讲，中国和俄罗斯或者中共和苏共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跟所有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都差不多。这个一定会出问题。就没有哪个共产党国家这个不出问题的。像中共跟朝鲜出问题，跟越南出问题，跟蒙古出问题，跟这个老挝什么柬埔寨中间都出问题，跟苏联就更不用说，这所有问题。南斯拉夫，他这没有跟哪个共产主义国家他不出问题的，全出问题，就是看谁先卖谁，看谁先踩谁。那你这么弄完了之后，中共不是好搞这种抗美联盟吗？你这么搞来搞去，你不把你这盟友都给搞丢了吗？中国抗美联盟，他是联盟不想拆，他的问题是想呢，就是变成说我当老大还是你当老大，这个是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反美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同盟关系。他不想改变，包括和朝鲜、和俄罗斯、和这个就是伊朗，中共肯定还想利用他们，但是呢，这个关系上来讲，他想把它扭转一下，说让你变得不得不依靠我，变成了我的一个附庸。以前呢，某种意义上呢，是中共相当于是服务于就是俄罗斯的这个大国崛起那样一个梦想，就跟原来杜金讲的一样。杜金的那个构想当中是什么呢？大俄罗斯崛起，大俄罗斯双头鹰嘛。然后在欧洲什么匈牙利啊、什么西班牙呀等等这些国家，他们来去控制它。在什么这个就是南美那边什么巴西，然后呢这边呢是让中共帮他呢去买单，帮他去这个马前卒等等。但是中共的想法，我觉得跟毛泽东其实时代是很像的。习近平现在其实走的就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时代是斯大林老想当世界老大，但是呢，毛泽东肯定不干呢。他这个东西对后来就打架，对吧？第三世界的老大。第三世界，他就自己造了一个第三世界，他老大。这个中间还是有区别。毛是对斯大林是服气的，他是不敢得罪斯大林的，他是心里面有很多不满。因为他去苏联2次都被斯大林晾得够呛，对，但他不敢说任何话，所以斯大林死的时候都是斯大林爷爷去世了，这是这个都是这个全中国没有那个时候叫什么呢？据说当时现在回忆历史是叫什么不许笑，他就死的时候的话，大家是就非常非常隆重。就看起来还是跟那个苏联好像这种兔死狐悲的那种，好像老大哥死了，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父亲死了，是这种表面上演的给大家的这种的。但是呢，毛泽东他们对下边下的命令是
不许笑。因为那时候已经其实那个态度已经是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想法，你在的时候你是老大，对吧？你不在了，对不起，我是老大。所以后来不管是马林科夫也好，是这个那个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毛泽东都看不起的，都觉得你们这个水平，毛头小伙根本就不行啊！你们这个是啊，这个没法比。对啊，你们能跟我比吗？我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登峰造极，这个顶峰论嘛，我是怎么样？毛泽东是他觉得应该是我是当了，所以你知道他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现在你感觉，其实我觉得那个习也有这个感觉。原来说中国虽然厉害，但是呢，国力还不如俄罗斯还是很厉害，但这2年仗打完了以后，他讲不对啊，你不行嘛，对不对啊？你这个其实这个都不是男儿嘛，对吧？这个没有男儿，原来你们是这现在轮到我们了。我觉得他真的是以我为核心，东升西降了，对吧？像这一类的这种意识形态核心为核心价值观。一定会出这个问题，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共产主义还好，共产主义是他们认为是普世的，是跨国界的、跨种族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那是跨不了的。对，你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怎么形成联盟啊？除非有共同的敌人，很难打的敌人，我们有这个联盟。现在就是美国嘛。对，但是一旦呢，这个打得过了，敌人被打垮了，这个联盟就马上没了。第二，联盟这个敌人太强大了，我们打不过了，那我们就看谁先卖谁了。所以这2天《华尔街日报》的这个分析，那普京这边也都能看得到嘛，对吧？你这不又是嘛挑逗领导斗领导吗？那普京也看得很清楚啊，这家伙这题目给你下的，习近平从这个羡慕仰望啊，这个普京现在居然呢去跟普京下面的高中层的，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忌讳的，对吧？已经跟他们搞各种关系了。没错，这个文章写出来，我觉得对普京刺激得多大呀？俄罗斯内部来讲，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对吧？对，这个比秦鹏那个坏多了。秦鹏只是挑动领导斗领导，他这个挑动国家斗国家，你就在这几个眼说上。所以你刚才说利益之争，你习近平你现在拿这个东西挤压普京，那普京也不是吃素的呀。那当年美国别说当年，现在川普第1届就有这个想法，就要把普京拉回来，跟美国联手呢去对付中共。那就现在把普京给挤兑成这个样子，普京能善罢甘休吗？这肯定。如果他说这个《华尔街日报》说的这个东西，如果是真的话，我估计他们翻脸的日子不远了。不远，因为我跟你讲，你做生意，你知道，我没做过生意，但我知道做生意的最怕什么呢？就是我跟你做生意，我去找你下面的人绕开你，或者绕开你去找你后面那个人去做，没商道啊！对，这个真的是这叫没商道。对，就是说我跟你谈好了，谈一个价钱，我知道这个价钱，然后我把你踢一边，我去找你后面那个人，咱们便宜点什么什么。中国大陆人不都这么做？对，这个习近平也没拖了这个。以前干过这种事儿，以前那个中共在朝鲜的时候就干过，后来呢被金正日。不对，金日成的话就把这个叫延安派稀里哗啦给清洗了，对，那个苏联派把稀里哗啦给清洗了，最后的话只留了一些这个本土派也清洗了本土派也清洗了。哇，那习近平也在玩这个把戏，先要鼓捣这帮人把普京干掉，那以后他们真的就沦落成。他应该回去看一看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和少数民族是怎么闹翻的。这个闹翻的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条，我跟你讲，你去看那些匈奴也好，蒙古也好，或者是金呢，或者是满族人呢，或者什么，跟中原王朝闹翻的，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双方条约里面有一点叫不能招降纳叛。就是说，你不能绕开我这个皇帝，跟我下面的人去联系，然后叫他带人什么投奔你，或者什么什么，或者我这边有人跑到你那边去了，你把他接纳了，这都是绝对不行的。这个谁成功干过？李世民的时候成功干过，那个是乱世的时候，就是说，就怎么说呢？就
一旦大家有条约定下来的时候，这个都是很重要一条。我跟你讲，那个你知道那个金国跟宋合手不是干掉辽吗？对，他的那个条约里面就有这么一条。结果宋就是主动收纳了这个那边的，就招降纳叛。结果那个金就火了，最后把开封打下来，徽宗和的钦宗二帝就给抢跑了。那个事情的最起始就是这个，所谓招降纳叛，就是他们封的官员，那个跟那边的皇帝合不来以后，就说老子不跟你了，我走了，整个全部土地老百姓全部带到宋朝，宋朝一看哎这很好，很高兴。这个就埋下了后来的祸患。这个东西是对这个国家级别的这种斗争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非常。所以我觉得对，所以习近平这回这个干的被《华尔街日报》这个弄出来之后，我估计他可能得有反应。不就是俄罗斯那边，因为之前据说这个就是俄罗斯这边本身有点想翻脸，但是呢又顾及说这个很多关系啊。包括经济啊，得受制于中共，但现在把它是给摆成一个名旗，在全世界都在那儿去，发这样的文章，讽刺他，所以我觉得你说他完全没反应，这个不会有意思。所以就看乌克兰那场战争了。如果一停，我估计中俄之间的这个，马上就要崩，很有可能的。今天呢，还有一个呢，就川普取消了一切对外活动，把自己关到了 Situation Room 啊，就是战情室。今天，然后呢，他的一个跟一个保守派的评论员，跟白宫有着密切关系的哈，他呢就说了一句话，说呢可能要发生圣经当中记录的一些事情。哇哦，这啥意思啊？就今天大家都在看，因为呢这2天周4、周5可能就要轰炸伊朗了嘛，然后说他怎么把他给自己就是拒绝一切活动进到战情室，那看打仗嘛，那。而且现在又有3艘，据说是来自中国的这个货机，又雷达信号又消失了啊，又进到伊朗里头去了。到底是什么？现在不清楚。所以呢，刚才这位叫做保守派的评论家叫做 Johnson 说，一些类似圣经中描述的事情正在发生。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说，天哪，可能伊朗这边就要大动作了啊。这个得明天看，我觉得真不见得这么回事。这个事情的话，搞不好是，因为明天的话，其实会有川普会有个演讲。对。这个演讲呢，据说可能是和这个2020年的大选的舞弊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今天会发生什么，他在准备什么，说实话不知道。那还用到战情室里准备吗？要啊，就怕被别人知道。因为网上都在传说他那个。总统1号被别人 hack 进去，说是来自佛罗里达的什么来自兰利。中情局的那个啊，对，来自兰利，但是 Virginia，所以现在就这个就对内对外全是在打仗，传呐，所以说这那边已经急了，因为他要准备把这个里面的东西全部要公布出来，所以就星期4，就明天嘛，就明天，我天，哎呀，所以我们每天呢看新闻呢，咱们看的不是连续剧，咱们也不看的是史书。咱们看到的真是一个整个地球大战，你看到了吗？内外，然后各个国家都搅和在一起了，这简直比这个历史书好看多了。所以呢，锁住啊，早安中国和大师局的频道，明天呢就继续听金鹏和石山一起给大家讲故事啊。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呢你想购买红海参还有黑高丝，请点击下边啊，那能够享受85折。那也拜托您给我们的频道呢点击一下订阅呗。再次感谢所有支持的朋友，咱们明